我现在人在意大利北部 Trento 的 Monte Bondone review 全新的4门4座4轮驱动 Ferrari Pro Sangue， 它拥有高达725 PS 的马力。So is this the most powerful SUV in the world? Yes or no? 因为 Ferrari 不承认它是一台 SUV， 它是 Ferrari 的 Utility Vehicle 多用途车辆。那 Ferrari 强调 Ferrari Pro Sangue 不会占 Ferrari 年产量超过 20%， 也就是他们 80% 的产量都会在生产双门的这些跑车等等。因为 Ferrari 要强调自己是一个超跑制造商，而不是多用途车辆的制造商。所以725 PS 其实已经比 DBX 707比 Urus Performante 的动力还要来得强。但 Ferrari 要强调的不是这个 ，Ferrari 要强调的它是史上第一款有4个车门的 Ferrari。所以今天呢，我就会在意大利北部这边给大家带来这个 Pro Sangue 的全球 International Media Test Drive。那值得一提的就是这是 Ferrari 史上第2次在有雪的地方进行 International Media Test Drive， 第一次就是 Ferrari FF。那 Ferrari FF 是史上第一款4轮驱动的 Ferrari。而这个车子也同样是一个4轮驱动的车型。所以影片开始之前，记得订阅 subscribe 我的 YouTube 频道，也欢迎 follow Instagram account， like 一下 Facebook page。Let's go！ 阿尔卑斯山脉横跨7个欧洲国家，占欧洲面积 11%， 提供欧洲 90% 以上的水源。阿尔卑斯山有 27.2% 的面积都在意大利的国土内。Brenta Dolomite 多洛米提山脉位于意大利东北部的 Trentino 特伦托自治省。2009年被列为 UNESCO 联合国世界珍贵自然遗产。Brenta Dolomite 有4座3000公尺以上的山峰，主要城镇有 Madonna di Campiglio、Pinzolo、Malle 和 Moveno。Dolomite 是白云石的意思，上亿年前这里只是海底的一片珊瑚礁岩，经过造山运动、板块挤压而形成高山。有别于法国和瑞士的山脉，这里的山峰和峡谷特别光秃，异常陡峭，拥有特殊的地质，奇山异石特别多。这里是夏天的行山天堂，冬天的滑雪胜地。这一次在意大利北部进行的 International Media Test Drive 一共提供了2种颜色，分别是 Rosso Portofino 还有这个 Blue Corsa。那其实我自己是比较 prefer 那个 Rosso Portofino， 也就是红色的 Pro Sangue， 因为它看起来就比较有经典 Ferrari 的味道。但其实蓝色也不错的，尤其是这个蓝，它是很vibrant 很 energetic 的一种蓝。所以欢迎观众留言讨论，你觉得红色比较衬这个 Pro Sangue 还是蓝色？那这辆车子一直要强调的就是它是史上第一款拥有4个车门的 Ferrari， 而且 Ferrari 为史上第一款4门车型采用了电动开启式的 Rear Hinge Door 后铰链后门，也叫它 Welcome Doors， 因为它就像你的双臂这样子，张开双臂迎接后排的乘客。用 Rear Hinge Door 的好处非常多，其中一个就是法拉利在不需要特别加长它的轴距情况下，就能够让后排乘客舒舒服服的上车和下车，上下车都是非常的轻松，而且这个离地间隙也刚刚好，不会说太过高或者太过低。那这台车子它已经打破了我们一般印象中的 Ferrari 2+2 车型 ，OK， 它是4座车型，不再是2+2了，因为它里面的质感真的是，无论你是身高180、190，你都能够翘脚，而且这个椅子它电动座椅，你能够向前滑，倾斜程度都可以，你甚至可以2个椅子跟它放倒，用来放行李等等。然后它这辆车子就是有1420瓦21个 speaker 的 Burmester 高级音响，这是 Ferrari 史上第一次用 Burmester 的 3D High-End Audio System， 就取代掉了之前的这个 JBL Professional 音响系统。然后里面用了这个史上第一款 Special Version 的 Alcantara， 它拥有 68% 的 Post-Consumer Recycle Polyester， 就是再生的这个聚酯材质。所以整个车子在后面它的音响还有这个Electrochromic 的电子变色的这个车窗，然后它标配是 Carbon Fiber， 比 Aluminium 轻了 20%。Pro
Pro 上轨除了是史上第一台4门 Ferrari 之外，它也是史上最重的 Ferrari。它的车重从2033公斤起，比 Ferrari GTC Forluso 重了240多公斤。再加上呢，这台车子它是没有 Turbo 的，它用的是 V12 的自然进气引擎。所以重点是 Ferrari 要怎样去呈现一个2000多公斤的车子。当然，如果我们要称它为 SUV 的话，Urus Performante 还有 DBX700都在2100到2200公斤，所以2000多公斤对于 Ferrari 来讲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挑战。再加上我说的2033公斤是加了所有的 Carbon Fiber Optional Accessory 才会得出来的重量。Ferrari 过去生产过很多2+2的车型，但从未生产过像这样子的车型。75年来，能够让4个成人轻松上下车的车型是 Ferrari 从未开发的领域。Ferrari Centros 地雷的设计团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他们要如何设计出一个非常敏捷、非常肌肉感、非常动态的车身，同时要有4个车门和更高的离地间隙，而重点是它必须要看起来像 Ferrari， 驾起来像 Ferrari， 听起来像 Ferrari，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感受到它拥有100%的 Ferrari DNA， 它是纯种的 Ferrari， 于是有了 Pro 上轨的车名 Thoroughbred， 一种为了赛马而培育出来的纯种马。一般上其他高性能豪华品牌会为了迁就 SUV 车型的构造，舍弃掉 V12 引擎和 DCT 变速箱，改为 V8 Turbo 引擎和传统的 Torque Converter 自动变速箱，再把家族内其他兄弟车款的底盘拿来加以改造。 Ferrari say no， 我要走我自己的路，我有我自己的路要走，人云亦云从来都不是我的座右铭，大家也不要再称它为 SUV。 动力来源方面， Ferrari 也不是说没有选择，现在旗下有 3.0L V6 Twin Turbo 的 F163 引擎和 4.0L V8 Twin Turbo 的 F154 引擎，但 Ferrari 为 Pro 上轨下的是跟812 Superfast 相同的 F140 引擎，引擎代号是 F140IA。 这具 6.5L V12 自然进气引擎有725 PS 和716 Nm， 从4300 RPM 到7750 RPM 就可以达到650 Nm， 它的红线在8250 RPM。再来这个全新的 XDCT 双离合器变速箱，它的换挡速度比之前的 7DCT 提升了 30%， 还有更短的 Gear Ratio， 表现更加积极。因为这个 6.5L V12 自然进气引擎他们刻意把它 tuning 成它未必会有很高的马力它不像812 Superfast 还是 Ferrari Monza SP1、SP2 这样子有800个 horsepower 或者超过800个 horsepower， 它只是把它控制在725 PS。By the way， 其实725已经很多了的，因为你要考量到 GTC Forluso 也是690 P 而已，所以重点是它的716 Nm 呢是 accessible 的，你很容易就能够用到它。他们根本都不需要去透过喇叭来去调整声音什么，没有，因为这个引擎它离你很靠近，它是前中置引擎，这个引擎是在前轴的后方，所以它离驾驶者非常的靠近，感觉好像在你的心脏这样子。它那12个气缸会透过这个 throttle pedal 直接从你的脚板到你的膝盖到你的肚子到你的心脏到你的肺到你的五脏六腑，你都能够感觉到12个 piston 12个气缸在工作的这种澎湃感。Ferrari Pro 上轨并没有如传闻中的那样采用跟 Ferrari Roma 相同的底盘，而是用了全新量身打造的底盘。Transaxle 前中置引擎布局由高强度铝合金制成，再标配 Carbon Fiber 碳纤维车顶。虽然多了2个车门，但它的重量比 GTC Forluso 减轻了4个%。另外，它的扭转刚度提升了 30%， 弯曲刚度也提升了 25%， 前后比重分配为49-51。
我现在开着的 Pro 上轨，前面是25535R22，后面是31530R23。这一次呢 ，Ferrari 为我们准备的是 Michelin Alpine 5 SUV 的 Ultra High Performance Winter Tire， 它不是一般的 Winter Tire 哈，它也是为 Ferrari 独家量身客制化打造的一个冬季轮胎。因为它虽然没有 Turbo， 可是它从2100 RPM 起就能够达到80% 的扭力，所以你根本不觉得这辆车子重。再加上 Ferrari Active Suspension 的技术啊，我们说一般的 Suspension 呢，大概是2到5个 Hz 的反应能力，可是 Pro 上轨啊，它的这个 Suspension 呢，它多达20个 Hz， 所以它不需要 Anti-Roll Bar， 它每一支 Suspension 它能够独立运作、独立运行，去抵消掉车身侧倾的状况。Pro 上轨的重头戏就是世界首创的 Ferrari Active Suspension Technology， 主动式的悬挂技术让 Pro 上轨成为有史以来最舒服的 Ferrari。采用 Multimatic 的 TASV 系统，那这套系统相当的复杂。简单来说呢，4个车轮的避震器都有独立的智能驱动器，整台车子布有大大小小的感应器，用来收集道路反馈和路面状况。接着由48伏的电池供电，对个别的避震器施加压力。Static Roll 和 Pitch Angle 降低了 50%。这个世界首创的 ABS Evo on Low Grip 系统，大幅度的缩短了刹车距离，特别是在雪地刹车的部分。多了2个车门和更高的离地间隙，让 Ferrari 在 Aerodynamic 空气力学方面也非常的用心。所以从这边开始呢，我就看到马路边上就堆满了一些雪，716 Nm， 所有的山路都被你夷为平地。再弯曲的道路，哇！我跟你讲，这个 suspension 哦，它够快，真的是够快。我跟你讲，我试驾过很多有48V 的所谓 anti-roll system， 可是这个真的是快，它快到那一种哈，你在摆正它的时候，你再回来那一下，通常有些车子它要 roll 一下、2下你才回来，它没有，你一转出来它就直了，它整个是非常及时。再来呢 ，Magnetino 旋钮是 Ferrari 的一个招牌菜嘛，就是透过这个旋钮去切换驾驶模式，像有 Sport Mode、Comfort、Wet 跟 Ice Mode。然后呢，你注意看它的这个 button 上面呢是有一个 Suspension 的 logo， 所以比如说我现在在 Comfort Mode， 我按一下 ，OK， 它就会变成 Soft， 我再按一下，它就会变成是 Medium。然后当你去到 Sport Mode 的时候，你按一下，它会去 Medium， 你再按一下，它就变 Soft， 然后你再按一下，它就变成 Hard。所以在 Sport Mode 底下 Suspension 就可以变到很硬，然后这个 Active Suspension System 呢，它会让车子的重心降低，然后去提升车子的过弯，去让它更加的有信心的出弯的时候可以拉更大的油这样子。因为这一套系统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聪明。你要如何让一个有725 PS、716 Nm 的车子开起来就像一台 Ferrari GT？一个拥有更高离地间隙的 Ferrari GT，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毫无疑问的 Pro 上轨当然是一台4轮驱动的车子，可是跟别的车款不同的是，那一般上这些4轮驱动的车款呢，都是引擎在前面或者在后面，然后透过这个传动轴把扭力分配给后轮。可是 Pro 上轨采用的方式非常的特别，因为引擎是在这个前轴的后方。然后它只是用一个 PTO 将动力分配给其中一个轮子，分配给前面的轮子。那因为它的变速箱啊，它的 XDCT 变速箱是在车尾，所以它是不像传统的4轮驱动这样子，它只有当你在 low grip 可能在 Ice Mode 一些比较低抓地力的情况下，它才会出现。那大部分情况下，它都是一个 Rear Wheel Drive 后轮驱动的车款。所以为什么 Ferrari 一直不要去强调它是一个 SUV，OK， 它是一个 Off-Roader， 因为它也没有为这台车子提供这个标配的 Off-Road Tire， 没有。I mean， 环保固然重要，但是我希望这个 V12 引擎不要这么快灭绝，它不可以消失，你知道吗？它让人类。它让我们知道什么叫做引擎，什么叫做引擎声浪，那一种会让你的心跳加快的这种引擎声浪，它不是速度，
它不是速度，因为在这种山路我们能够加多快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它就能够让你享受当下的每一秒，享受当下的每一刻。Third gear and 3, 2, 1。Holy！ 哇！当然，Pro 上轨有诸多的优点，Pro 上轨有数不尽的这些高科技，但这辆车子它也不是一个完美的车子，每一辆车子都有它的缺点。那如果你要问我 Pro 上轨有什么缺点的话，就是它的这个娱乐作业系统，它是我试驾过这么多次车子里面第一款车子是把整个 Android Auto 或者整个 Apple CarPlay 投影在它的 Instrument Panel 里面的。所以打个比方，我现在 Double Click 这个 Button，OK， 我按 View Max，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就可以整个显示我的 Android Auto 或者 Apple CarPlay。但它的问题就是这一块荧幕它不是 Touchscreen 来的。所以你每一次要去调整这个东西的时候呢，其实是很麻烦的，变成你知道吗？你要一直透过这个东西，虽然它的旋钮已经有进步，已经有改善了，可是 Haptic Touch 还是 Haptic Touch， 它还是先天性的会免不了会有这个问题啦。因为什么它会这样子设计你注意看的话，这台车子呢，它是没有 Center Screen 的。它的荧幕就是分开，这边一个，然后 Passenger 一个，然后以前的 Ferrari GT 车型都会有 Passenger Display 小小的一个 bar 给你看一些基本的信息，可是这个没有，这个是整个变成是有点像 Copy 这样子啦。把 Android Auto 或 Apple CarPlay 就只可以投影在这个地方。然后 Ferrari 也做了一项非常大胆的决定，就是他们直接抽掉了原本的 Navigation System， 没有。不管你 optional 不 optional， 你要在 Pro 上轨里面用 Ferrari 内建的导航地图没有，他们直接不要了。因为刚才在说明会上面这个工程师有告诉我，因为他们研究了过后发现到没有一个地图的 live traffic 可以跟 Google Map 或者是 Waze 来 fight， 因为以前在 Ferrari Apple CarPlay 是必须要 optional 去附加选项添加的，可是这个车子就标配有 wireless 的 Apple CarPlay， 但是目前是 Wire 的 Android Auto 而已。我很奇怪，你懂吗？因为我刚才开到现在，我真的不觉得自己在开着一台 Ferrari， 因为这个坐姿真是太高了。因为每一次你叫 Ferrari 你都会觉得整个人好像坐在马路上面这样子，然后很低，面对这些坑坑洞洞，它好像不是很能够处理这样子长途驾几百公里下来会很不舒服等等。可是这台车子真的是，我甚至忘记掉我自己在开这一台 Ferrari， 所以我必须要一直去拉油，一直去 downshift， 一直去升档降档，用这个 V12 自然进气引擎来提醒我自己，我开的是一个纯种 Pure Breed Thoroughbred Pro 上轨 Ferrari。So 你知道可以在意大利开着最新的 Ferrari， 这辆车子还没有投入生产的它预计是2023年的5月才会开始去 production。欧洲市场的消费者他们可以在这个2023年的6月它最快在6月可以拿到车啦。Yes， 我现在就坐在史上第一辆有4个车门、4个独立座椅的 Ferrari Pro 上轨。所以这个车子它的后座跟 GTC 4Lusso 比起来是大很多很多，无论是头部空间，你要翘脚你的膝部空间等等，它都是一个 SUV 的空间啦。比如说我现在坐的这个椅子呢，你是能够向前滑动，OK， 它是电动滑动，然后椅背的倾斜程度也是可以透过电动去调整，你甚至可以整个椅子 fold down 都没有问题的。然后呢，有趣的是Ferrari 并没有为 Pro 上轨提供 3 seat bench， 就是它只限定只可以坐2个人，所以如果你刚好2公婆有3个孩子的话，行李箱还有空间OK， 我是家里第3个孩子啦，所以行李箱空间就是我的位置。这是一辆让人家重新定义 Ferrari 的车子，比如说它的这个 rear hinge 的后铰链后门、电动开启的对开式车门这些东西过往都是可能在Rolls-Royce 我们会去特别强调的。然后这个 Pro 上轨它用的是有1420瓦21个 speaker 的 Burmester 音响。
重点不是 speaker 的多少，也不是 amplifier 的这个功率多大，而是它真的是从头到尾都尽可能让它成为一辆 most comfortable quietest Ferrari。你注意看它的这个车窗玻璃其实是用了 double glazing 的 window。如果你不采用的话啦，因为 V12 还是 V12 嘛，所以如果你很 behave， 你很温驯的驾它的话，它真的是所有 Ferrari 历史上75年来没有一辆车子可以达到 Pro 上轨的这个 MVH 它的隔音降噪表现。我知道这个是很难的，因为你买 Ferrari 又买一个 V12 的 Ferrari， 然后我又跟你讲这个是 quietest Ferrari， 是不是很矛盾？它一点也不矛盾，这个就是 Pro 上轨的魅力，就是 Ferrari 它能够做得到，是它要不要做到而已。所以 Pro 上轨就告诉你我能够做到这样子，这个旋钮按下，它就 pop up 跑上来这样子。所以你看这边有 Air Vent 4个冷气出风口，这个在马来西亚来讲是非常的方便，而且这个天窗呢它标配就是 Carbon Fiber 就是比 Aluminium 轻了 20% 的 Carbon Fiber 车顶，然后车主可以 optional 去选配这个 Electrochromic 的电子光学玻璃就对了，所以它是不需要遮阳帘，因为每次你做遮阳帘车顶会怎么讲？还会做到很低压缩你的头部空间，可是这样子做的好处就是你一个 button 它就变暗，一个 button 它就变亮，所以是非常方便的一个功能啦。Pro 上轨让我们看到了 Ferrari 更多的可能性。Ferrari 或许不承认这是一台 SUV， 但它确实能够取代 Ferrari 车主们的其他 SUV。它不是动力最强的 Ferrari， 也不是赛道圈速最快的 Ferrari， 当然是一个最适合日常使用的 Ferrari。Weekday 加 Porsche、Maserati，Weekend 加 Ferrari 的时代已经过去。Pro 上轨可以让你从星期一加到星期天，从春天加到夏天，加到秋天，加到冬天。感谢 Ferrari Malaysia 的邀请，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是赛主义，希望未来有机会可以为你们带来 Ferrari 的国际试驾影片。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 3, 2, 1 cut.